台湾海军的组织结构和美国海军不同，没有海军作战部这样一个为海军部长提供咨询的机构，行政、作战指挥都集中在海军司令部手中。海军的作战兵力都归属于舰队指挥部，指挥官为中将衔，由6个舰队、1个独立潜艇战队和航空、岸基飞弹、特战、监侦等辅助兵力组成。舰队之下设战队，战队再分为大队，直至单舰，舰队司令为少将。陆战队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军种，而是隶属于和海军舰队指挥部平级的陆战队指挥部。全海军包括9000人的陆战队在内，共有兵员3.8万人。台湾海军目前拥有4艘驱逐舰、22艘护卫舰、4艘常规动力潜艇、31艘飞弹快艇、13艘巡逻舰、9艘猎雷舰、9艘两栖舰艇和10艘辅助舰船。台湾海军还有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地方，就是2014年前后进行了整编，把所有同型舰编组在一支舰队，驻扎在同一个基地，而不像大多数海军那样由各种不同型号的军舰组成特混舰队。168舰队是1995年为了加强台湾东海岸防御新设立的舰队，下辖231战队和251战队，驻地在宜兰县苏澳。苏澳港本身也相当年轻，1965年始建小型商港，1969年蒋介石下令扩建为军港，1978年完成17工程，开始进驻兵力，到1983年才全部建成。苏澳港是台湾东部唯一一座正规大港，台东港为小型渔港，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港区分为北方澳、苏澳及南方澳3个海湾。北方澳为单独建设的海军中正基地，东北两侧有40至60米的小山遮挡，非常隐蔽。苏澳为商港，2012年货物吞吐量为472万吨。南方澳为渔港。苏澳的外港水深有15米，台湾4大军港中只有这里可以停泊吃水达到9.6米的基隆级驱逐舰。不过，这座台湾最新的军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还是造得小了。171米长的基德级勉强停得下，要大力扩建才行。基德级168舰队的主力就是镇岛之宝4艘基隆级驱逐舰及原美国海军基德级，这是大陆军迷最为关注的台湾军舰，也是老旧的扬字号退役后台湾海军唯一的驱逐舰。基德级身世坎坷，原先为巴列维王朝订购的居鲁士级防空驱逐舰，采用斯普鲁恩斯级的舰体，在保留反潜设施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防空能力，以控制波斯湾的空域。为此，基德级安装了2座 EMK-26双臂发射架，代替原来的8连装海麻雀点防御系统。发射标准2中程舰空飞弹，前后弹库共备弹68枚。在后围上配备了更先进的2SPS-483坐标对空搜索雷达，前围上装有3SPS-492座标远程警戒雷达。舰桥顶部和后烟囱前是2座4NSPG-51照射雷达，达到提康德罗加级服役前美国防空型核动力巡洋舰的水平。为了适应海湾地区的气候，基德级将斯普鲁恩斯级的3座空调站增加到4座，燃气轮机进气口加装了沙尘分离器，还增强了海水淡化能力，满载排水量增加到9783吨。台湾媒体往往采用10784短吨，以挤进万吨舰行列，比斯普鲁恩斯级多出1600吨，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驱逐舰。斯普鲁恩斯级在80年代改装垂发系统后，依然缺乏标准2飞弹的火控系统和照射雷达，所以64单元的垂发只能发射战斧巡航飞弹和阿斯洛克反潜飞弹。1988至1990年间，基德级接受了新威胁升级改装，实验性的集成了 C3I 系统数据链，可以和提康德罗加级展开区域协同防空作战，由后者的宙斯盾系统制导基德级发射的防空飞弹，让基德级保持电磁静默，充当武库舰，这也是全世界最早实用化的 A 射 B 导形态。不过，随着冷战结束以及伯克级的大批服役，非亲生的基德级迅速落伍且显得多余，在服役仅仅17年后，就于1999年全部退役封存。1997年，美国提出以3000万美金的超低单价，不含武器和船厂维修费，将基德级出售给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在1994年接收2艘美制新港级坦克登陆舰时遇到大量问题，美国的外销建议被澳方拒绝。当时的工党总理保罗
机艇选择保留并升级4艘阿德莱德级护卫舰美制佩里级，而放弃了更加昂贵复杂而且武力过剩的基德级驱逐舰。1998年，美国又转而向希腊推销，提出无息租借5年，再选择一次性购入，包含武器的合同总价为7.42亿美元。但为了平衡和土耳其的关系，基德级只能搭载标准1而非标准2。希腊方面反对降低防空能力，双方不欢而散。此时，最后一艘钱德勒号也已经从美国海军退役，全部都成为封存的冷舰。在多次求购宙斯盾舰无门后，台湾海军看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2000年12月向美国提出采购意向，2001年4月获得批准，也就是光华7号计划。合同总价格7.32亿美元，包括了硬件升级，比如 NSPS-48 对空搜索雷达从 C 型升级到 E 型，整修、重新启动和培训，还包含148枚标准2 Block 3A 和32枚捕鲸叉 Block 2。从价格上看还不算太坑，甚至略低于给希腊的报价。不过这个备弹量是打了折扣的，每艘基德级的标准载弹量是68枚标准加8枚捕鲸叉。因为构建经费遭到当时在野但控制立法院的国民党削减，4舰各自只配备了37枚标准，捕鲸叉也没有多余的备弹。2005年12月，头2艘基德级抵达苏澳成军，4年后2艘也到达台湾，4舰单独列编261战队，并分别以4大军港命名，可见重视程度。2007年，台湾追加订购了100枚标准2，使单舰备弹量上升到62枚。2008年底，2号舰苏澳号的8枚捕鲸叉被台湾自制的8枚雄风3替代。同年实施精粹案舰队精简整编，撤销261战队，4舰平均分配给231和251战队。基隆级的雷达、武器、作战指挥系统都要更加成熟完善，且经过长期实战部署检验。SDS Block 1先进战斗指挥系统能在500公里内侦测识别256个目标，并对64个目标同时进行有效追踪。SPS-48E3 坐标雷达420公里的探测距离，加上标准2 Block IAA 166公里的射程，具有相当可观的防空能力。基隆级载弹量更大，反潜性能也更突出。济阳级，台湾在90年代初向美国租借了8艘洛克斯级护卫舰，这8舰于1972至1974年间服役，1991至1994年从美国海军退役，1993至1999年陆续加入台湾海军，改成济阳级。台湾引进洛克斯级，就是看中了它还算先进的拖曳声大阵，部署在苏澳执行东部海域深海区的反潜任务，并多次发现过往的各国潜艇。马公146舰队，146舰队成立于1952年，长期承担海峡第一线防务。1965年86海战中被击沉的剑门、张江2舰都属于该舰队，当时为巡防第2舰队。在过去强化澎湖、金马防御的时代，146舰队一直是台湾海军最优先装备新式舰艇的单位。70年代装备扬子号驱逐舰，90年代换装成功级护卫舰，战舰质量一直处于优势。146舰队下辖226和268两个战队，基地在澎湖马公，位于海峡中线东侧，距离高雄120公里，金门150公里。马公港为军民共用港，分为马公和龙门尖山2个码头区。马公码头区的内港为商港和渔港，外港被称为侧天岛军港。外港之外还有一圈半岛环抱，驻泊条件相当好。附近的白沙和西屿2个岛上部署了天宫、3和雄风负2飞弹。成功级146舰队全部由成功级组成，也就是美制佩里级护卫舰。1981年，台湾曾计划在美国协助下自行开发取代扬子号驱逐舰的后继舰，但因为技术风险过高于2年后终止，转而引进美制护卫舰设计。1989年开始执行光华1号造舰计划，以长舰体的佩里级改进型考夫曼号护卫舰为原型。由美国 Gibbs 与靠过近10年的努力，台湾海军的神龙计划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计划的首艘潜艇战斗系统升级与验收测试预计将在今年完成。根据军方的透露，整个专案的进展已经完成约70%，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进行测试站的验收工作，全面完成该项目
则还需要一些年限。对于台湾海军来说，曾经是西太平洋的主力舰艇之一的剑龙级潜艇，虽然服役多年，性能逐渐跟不上现代需求，但通过这一轮的性能提升，剑龙级潜艇的战力将有望得到显著增强。实际上，台湾海军从2014年起便启动了剑龙级潜艇的性能提升计划。早在2015年，消息就曾透露出，台湾计划对海龙级与海虎级潜艇进行大规模的升级延寿。海龙级潜艇原本使用的以色列 TMIC-4CH 电子接收系统已经过时，精度误差大，这促使台湾海军决定在提升项目中重点更新作战系统、电子战设备等关键部分。与此同时，台湾海军还计划通过与欧洲潜艇制造商合作，学习其他国家的潜艇升级经验，特别是荷兰的海象级柴电潜艇的延寿方案。通过这次合作，台湾海军进一步评估了海龙级和剑龙级潜艇的现状，并且制定了包括电子战系统、战斗系统、机电系统等多方面的提升方案，以延长潜艇的服役寿命，并提升其作战效能。在剑龙级潜艇的性能提升项目中，台湾军方重点从4个方面进行升级。首先是电子战系统的增强。2016年9月，台湾进行的投标项目捷径专案，计划为2艘潜艇升级电子战系统，预算为2.9亿新台币，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实施。该项目旨在为潜艇安装先进的电子侦察系统，以实现水面侦察、威胁预警等功能，能够搜寻和分析水面舰艇的雷达信号，并对其进行侦测、比对和识别。这些技术包括耐高压全向天线罩、耐高压螺旋天线、耐高压喇叭型天线和水密缆线等。所有系统的制造和整合均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军方确认，这些技术可以满足神龙计划的要求，项目已接近完成。其次是战斗系统的升级。从2014年起，台湾便开始为剑龙级潜艇规划战斗系统的更新。根据2018年的防务预算报告，台湾为此编列了74亿新台币，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升级计划包括安装新的战斗系统和预备系统，并进行验收测试。尽管受到外国装备供应延迟的影响，台湾军方已经完成了第1艘潜艇的战斗系统升级，并通过了大多数的验收测试。第3，武器系统也得到了升级。2015年，台湾海军启动了舰鱼专案，正式向美国采购48克瓦查重型鱼雷，以替代剑龙级潜艇原有的 SUT 鱼雷。2017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46枚 MK48 Mod 6 AT 重型鱼雷，其中包括36枚战斗用鱼雷、4枚操作鱼雷和6枚训练鱼雷。由于预算问题和交货延期，台湾将采购数量减少至28枚。预计相关设备的交付将在2030年完成，较原定的2028年有所推迟。MK48 Mod 6 AT 重型鱼雷的规格为长5、85米，重达1500公斤，最大航速可达到55节，在40节的航速下，其最大续航可达50公里。与之前的型号相比， MK48 Mod 6 AT 在电子、水声以及动力系统等多个关键子系统上都进行了改进。它采用了开放式的即插即用系统架构，这使得导引硬件可以轻松升级，同时能够实时上传最新的水文数据，以便更好地适应不同海域的作战环境。MK48 Mod 6 AT 的推进系统不需要潜艇对其进行维护、监控或环境控制，因此在舰队储存的鱼雷中，最少可以达到5年的储存寿命。此外，所有活动部件都经过严格的安全测试，只有在完全合格的情况下才会批准其投入使用。相比台湾现有的 SUT 鱼雷， MK48 Mod 6 AT 的最大速度提升了60%，最大射程提高了25%。此外，剑龙级潜艇还在载台和机电系统方面进行了整合升级。2017年，台湾宣布将由荷兰的 RH 买运公司担任潜艇系统装备界面整合的技术顾问，预算为1315亿新台币。该公司负责为剑龙级潜艇的舰体平台与机电系统之间的接口设计提供技术支持，涵盖了电子战、作战管理以及平台和机电等系统的升级整合工作。尽管合同原定于2017年完成评估报告，2018年开始具体工程项目，但由于台湾未公开后续的进展，外界并不清楚这一阶段的具体情况。根据军方最新消息，剑龙级潜艇的系统升级计划将涵盖3大主要项目，其中包括一项预留系统，同时还计划建设安置测试站。整个项目自2018年启动，
预计到2027年完成大约70%的工作进度。虽然最初的目标是在2024年完成所有3套系统的验收测试，但由于部分关键装备的出口许可文件未能按时完成，导致相关设备的交付出现延迟，从而影响了系统升级进度。为了应对这一延迟，军方对项目进度进行了调整。新的计划是在2024年完成首艘潜艇的战斗系统升级与验收测试，2025年完成第2艘潜艇的升级与测试，而第3套系统的验收测试计划定于2026年完成，并最终在2027年完成2艘潜艇的全面系统验证。此次升级的重点之一是对潜艇的战斗系统进行提升，以增强其在现代战场中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随着新一代作战系统的引入，剑龙级潜艇将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战斗环境。此外，预留系统的建设将为未来潜艇升级和技术集成提供灵活的空间，使潜艇能够迅速适应新的战术需求或技术中心。安置测试站的建设也将确保升级后的潜艇能够在实际作战环境中进行有效测试，验证各项提升是否符合作战项目要求。尽管遇到了出口许可和交付延迟等挑战，台湾海军依然坚持按计划推进潜艇系统的升级工作。通过这些系统提升，剑龙级潜艇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未来几年继续为台湾海军提供强大的水下作战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剑龙级潜艇的作战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这也为台湾海军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中提供了更强的防御力量。为了确保性能提升项目的各项系统功能符合海军作战需求，海军将建立一个测试站。当剑龙级潜艇完成升级并安装新装备后，潜艇将被移至港边的测试站进行各项功能测试。近期台湾公布的报告称，剑龙级潜艇战斗系统提升项目由中山科学研究院主导，并由海军负责监督实施。中山科学研究院已与国际供应商完成了合同签署，并获得了装备出口许可。接下来的工作将由中山科学研究院与国际厂商合作完成系统生产和整合。海军将继续监督整个升级过程，确保潜艇各个部分的性能提升按计划推进。尽管剑龙级潜艇已经服役37年，且其性能不再能与当前主流潜艇相比，但在其服役初期，它的静音性能堪比当时苏联的基洛级877型潜艇，其声纳和舰载作战系统也远超同类苏联潜艇，代表了欧美常规潜艇技术的先进水平。回顾20世纪70年代，台湾只有2艘老旧的美国2战时期常规潜艇，性能严重落后。这些潜艇的鱼雷管在移交之前已经被封锁，因此只能作为训练使用，几乎没有作战价值。然而，考虑到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水下作战能力的匮乏，迫使台湾必须寻找补充手段，而当时的自主建造能力不足，最终选择了通过外购来解决这一问题。台湾购买这2艘潜艇的过程其实充满了偶然性。1981年，荷兰主动向台湾推销其改型潜艇，而当时台湾海军仅装备了2艘2战时期的老旧潜艇，性能十分落后，因此对荷兰的提议非常感兴趣。台湾原本计划采购6艘潜艇，但由于预算有限，难以说服其他军种做出经费调整，而荷兰的船厂也正面临经济困难，前景不明，因此台湾最终决定先采购2艘。至于后续4艘的采购，则会根据首批潜艇的使用情况再做决定。尽管荷兰具备潜艇建造能力，但它并不具备生产潜射鱼雷的能力。当时荷兰海军使用的是美制的37克瓦查和48克瓦查鱼雷，但由于未能获得美国的转售许可，荷兰潜艇无法配备这些鱼雷，因此台湾购买的潜艇并未包括必要的武器装备。最终经过建造，2艘潜艇分别于1988年抵达台湾，正式命名为海龙舰和海虎舰。为了弥补潜艇缺乏鱼雷的困境，台湾海军决定向印尼采购117枚 SUT 鱼雷，以装备其剑龙级潜艇。这一决定是在当时潜艇鱼雷库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做出的，特别是在采购潜艇时，由于荷兰潜艇未能提供相应的鱼雷装备，台湾急需解决这一问题。SUT 鱼雷虽然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鱼雷存在一定差距，但它的低噪声特性使其成为世界上3大低噪声鱼雷之一。这一特性使得 SUT 鱼雷在隐蔽性和反潜能力上具有独特优势。其相对较低的噪声不仅能够降低潜艇在作战中的被侦测概率，
还可以有效提升潜艇在敌方防御系统中的存活率。SUT 鱼雷是由联邦德国的潜艇技术公司研发，并授权印尼进行组装生产。鱼雷的设计结合了先进的水声技术和低噪音推进系统，使得其在发射后可以在水中保持相对较长的隐蔽时间，从而增加击中敌舰的成功率。1987年，台湾完成了与印尼的交易，所有117枚鱼雷及其相关设备顺利交付到台湾，确保了剑龙级潜艇的作战能力得以恢复。鱼雷交付后，荷兰的潜艇制造厂商也对剑龙级潜艇的火控系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改进，使得这些潜艇能够与 SUT 鱼雷兼容使用。通过对潜艇火控系统的适配和升级，台湾海军成功实现了将 SUT 鱼雷纳入现有武器装备体系的目标。这一调整不仅提升了剑龙级潜艇的攻击能力，还极大地弥补了此前在武器系统上的空白。尽管 SUT 鱼雷的性能与世界最先进的鱼雷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在当时，它凭借低噪声、较高的可靠性以及台湾海军急需应对的水下作战需求，成为了解决潜艇武器问题的理想选择。它的加入，使得台湾海军的剑龙级潜艇能够继续在战略上保持一定的威胁，特别是在面对潜在的海上对手时，具有了更强的打击能力和自卫能力。剑龙级潜艇自1987年服役以来，曾是西太平洋地区作战性能最强的常规潜艇。然而，由于种种国际因素，台湾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未能获得新的鱼雷供应，而 SUT 鱼雷的维护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台湾因此启动了抗农计划，尝试自制鱼雷，但由于航速未能满足海军要求，仍需继续依赖外购鱼雷。为弥补这方面的差距，台湾海军在2008年购买了32枚美制 UGM-84L 鱼叉潜射导弹，用以装备剑龙级潜艇。到了2017年，台湾开始新一轮升级，采用了美制作战系统和 M48 Mod 6AT 鱼雷，以此填补在自研潜艇服役前的空缺。经过性能提升后，剑龙级潜艇预计将继续服役20年，达到50年以上。除了剑龙级潜艇的延寿与提升，台湾还在加速推进自研潜艇的建设，计划服役8艘。除了常规潜艇外，台湾还在研发水下无人潜艇，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水下项目。那么，经过升级的剑龙级潜艇是否能够达到海军的作战需求？自研的海鲲级潜艇是否能按计划提前服役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